我们今天来回答读者关于黄金的问题。有不少读者留言问，我们手里已经购买的黄金跟白银能够持有到什么时候？还有的读者手里还没有黄金或者白银的，那也在问说，那我2024年咱们还能买黄金吗？首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现在目前的行情，这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黄金价格，大家看发生了什么？创了新高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以日元计价的黄金价格怎么样？早就创了新高。印度卢比计价的黄金怎么样？依然是创了新高。我们再看以加拿大元计价的黄金创了新高。最后是以世界的货币单位。什么是世界货币单位？世界货币单位就是以这个主要的国家的 GDP 为权重的，把它的货币做出来的一个指数。以世界货币计价的黄金依然是创了新高。创新高说明什么问题？说明的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的货币在相对于黄金怎么样？大幅度的贬值，是吧？那么美元呢？除了美元还没有创新高，其他的主要的货币都创了新高。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，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创新高是早晚的事情。那我们再回到说黄金是否还值得买入，我的答案就是值得买入。为什么？我等一下再用长期的图表跟你们解释。我们再看黄金是什么，这个我们以前有讲过。黄金的主要的属性有两个，一个是千年货币，它代表着什么？钱。好，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是商品，商品就是包括原油这些都是商品。好，那黄金主要走的是货币周期还是商品周期？从我们对它的研究来看，它主要的性质还是以货币还是以货币是它的主要的性质。那短期的走势会受商品的影响，长期还是要看货币我们再看，如果我们把黄金当成一个货币的话，我们黄金相对于货币的发行量，用黄金价格除以整体的货币发行我们看这个图，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一个什么位置？是在一个底部。那大幅度上涨的时候是70年代，还有21世纪初的时候，是从商业银行发出去的钱，也是钱，它也代表着货币的发行。因为我们看黄金的价格比上除以这个整个的这个商业银行总的贷款，它现在依然是一个底部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我们看的不是1年2年的图表这第一张图是80年第二张图是50年。好，从7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。好，我们再看黄金价格跟美股相比，很多读者就比较疑惑说，我是投美股呢，还是去投黄金或者白银呢？这幅图它告诉你的不是下个月或者是下一个季度，它告诉你的是从长期来看，这是1930年过去100年的它的一个周期图。那它现在黄金跟美股的价格相比的话，它是处于一个低位。好，所以说我们说，如果未来5到10年，如果是家庭资产长期配置的话，那是做美股合适呢，还是黄金合适呢？这幅图就已经给我们很清晰的答案了，对不对？黄金要优于美股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看，目前黄金是走到哪里？这里是这幅图是怎么算出来的这幅图是用黄金价格除以总的债务，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处于一个40年的这个位置已经上冲了2次。那么一旦它要是再往上走上冲的话，那就是一个新的一轮黄金周期了。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觉得我们是站在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上，这一根40年的趋势线，如果一旦突破，那就是这40年的一个历史的投资的机遇上。我建议大家密切关注这个数据我也会不断的跟大家去更新这个数据。现在目前大家投资黄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？我知道现在目前其实当我们在公开的一些平台上提到黄金的时候，很多读者或者说很多投资者是不是那么认可的？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现在有71%、70%多的投顾
他告诉投资者，就他的一些投资建议哈，黄金的比例不应该超过1%，就是70%以上的投顾在黄金上面的这个占比不超过1%。那么说明什么？这个数据是很极端的，对不对？那么一旦黄金周期启动之后，这个图可能就会反过来，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，而移到这个位置的过程，就是资金涌向黄金这个资产的过程，也就是黄金新一轮周期启动的过程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，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讲的不是下一天、下一周、下一个月，甚至下一个季度，我们讲的是未来几年的行情。在这一些人逐步的在这里慢慢的移到这里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就是一个新黄金周期启动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密切的关注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变化，也要知道我们手里的资产从中长期来看要怎么去做配置。我们投资股票跟投资商品它是有一定区别的，因为你股票分析呢，你会有一定的估值啊、PE 啊什么这些我们去分析，包括基本面一些东西。但是黄金它不是，或者说商品它不是。当我们去逐步的去介入商品市场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技术分析要比在股市里面应用要更多一点。所以未来我会持续的跟大家更新技术分析的基础跟高阶课程。但这里呢，我先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里一个最简单的技术分析哈。我们讲说 triple tops never holds 哈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这个冲顶冲了3次，就3次顶是挺不住的啊。大部分哈，我们所有技术分析都是一个概率问题，是挺不住的，它大概率会继续冲上去。所以我们就密切观察黄金的这一个会不会在2024年真正的冲出这是10年吧，10年的一个趋势线。所以这是我对黄金的一个很清晰的看法。2024年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介入黄金这个品种啊，参考上我们的技术分析。那么读者肯定想要知道如何投资黄金，这是我的持仓哈，这是我的公开的持仓哈。那100万账户，我其中有将近25%的仓位是做到了黄金上面。其实投资黄金的方式呢有很多种啊，当然有很多读者会去考虑，比如说实物黄金，或者是黄金 ETF， 或者是纸黄金哈。投资黄金品种是很多的，但是我个人呢还是推荐用 ETF。它是最方便的方式，对吧？它是跟踪黄金价格的基金。那不管中国也好，还是美国也好， ETF 都非常容易在基金销售平台也好，还是股票平台也好去找到。所以这个是很容易的。如果是去做实物的话，除非你认为自己的心态很不好，觉得我不想总频繁交易，那你就去买实物。买实物金条，到时候如果需要钱的时候再去卖掉哈。但是它的流动性跟便捷程度肯定是不如 ETF。那肯定还有读者会问说，哎，黄金跟白银相比要投什么比较好？黄金跟房地产相比要投什么比较好？那我们呢之后还会不断的更新新的视频，跟大家去讲相关的话题。